我是黑红。前阵子和你分享了如何挑选适合你画图的 iPad 之后呢，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画图免不了一定要使用到 Apple Pencil 的部分。但是呢，这个 Apple Pencil 在市面上是有非常多的假货。那因为我最一开始的时候呢，在购买 iPad 跟 Apple Pencil 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确定自己到底习不习惯使用 iPad 画图啦，所以说我一开始也不想要浪费钱，我就打算去购买二手的 iPad 跟 Apple Pencil 的部分。但是我在网络上呢有发现到，原来 Apple Pencil 的假货猖獗啊，所以说呢我就特别去做了一些研究，了解一下，如果说我跟人家购买 Apple Pencil 是二手的，因为有可能对方没有包装，这种情况之下呢，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买到的会是假货呢？所以在这边呢，我想要来和你分享，最后我在网络上还真的买到假货，来和你分享到底我是怎么样去判断 Apple Pencil 的真假。所以这支影片，如果说你有考虑想要入手二手的 Apple Pencil， 或是你在网络上想要买比较便宜的 Apple Pencil 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该如何去分辨，才不会买到假的 Apple Pencil， 让你最后画图画得非常的不顺手。在影片开始之前，黑猴要在这边和你说一下我有制作一本迷你电子书以及一堂免费课程，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想要学习电绘的你快提升画技，所以赶紧到底下描述栏里面去点击链接免费领取咯。那我们在分辨真假 Apple Pencil 之前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很多的山寨版的 Apple Pencil 基本上都是在大陆的一个华强北的商场有在贩售。那有一些比较内行的人，可能就直接问一些网络卖家说，请问你这是不是华强北货？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不懂的人，可能就会问说，请问你这个是官方正品吗？还是说你这个是真货啊之类的？但我个人建议你在询问的时候，最好是直接问他说，请问你这是不是 Apple 原厂的正货或正品，这样子会比较精确。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卖给你之后，你发现这是假货啊，你怎么还跟我讲说这是正货？他就会跟你讲说是正货啊，他就是华强北的正货。所以呢，在询问的部分呢，也要特别的小心一点。首先第一个就是 Apple Pencil 的外包装了，在外包装的部分呢，繁体中文的东西我就没有特别去做一个比较了，因为我当时购买的真的 Apple Pencil 的时候呢是二手的，它没有一个外包装，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去分辨真假外包装的差异。但是在简体中文的这个 Apple Pencil 的外包装上呢，有两个很简单的方式可以去做一个判别哦。首先第一个就是 Apple Pencil 外包装的封膜线，基本上呢这个封膜线，正品的封膜线呢它会是比较直的，盗版的封膜线呢它会是有点参差不齐，甚至是歪的很严重，又或是有一点歪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从封膜线大概就可以了解这个品质了。那在外包装的字体上呢，其实也是有差异的哦，所以透过这两点呢，大概就可以稍微知道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货。但是繁体中文的这个 Apple Pencil 的外包装，我个人觉得还是把它拆开来检查使用确认会是比较保险的哦。尤其是现在很多的人如果在网络上购买 Apple Pencil 的话呢，那你买回来如果它是假货，那基本上你还可以要求退货，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果把这个包装拆了之后呢，还会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第二个部分就是 Apple Pencil 的内包装了。基本上你只要拆开了之后去看这个 Apple Pencil 的内包装，你就大概已经知道你买到的是真的还假的了。基本上呢，正版的 Apple Pencil 呢，它会有一个塑胶膜，那盗版的当然就没有了。那再来就是正版的 Apple Pencil， 它里面的说明书的这个壳啊，它是有一边缺角，一边没有缺角的。但是如果你买到的是双边都缺角的，那恭喜你，你买到的是华强北货，是假货，是山寨货啦。所以通常从内包装这边一看，大概就知道自己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但是如果说你怕它是不是有掉包之类的状况的话呢，那没关系，你就直接把你的 Apple Pencil 拿起来，我们再来看看到底还有哪一些不一样。第三个就是 Apple Pencil 的笔身了。如果你本身就是想要购买二手的 Apple Pencil 来做使用，但是你并没有外包装可以去分辨它的真假的话呢，那没有关系，你透过 Apple Pencil 的笔身本身就可以稍微去分辨一下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现在的 Apple Pencil 它做的非常的精细，你如果说想要让它翻新，想要让它里面的这个笔芯跟这个笔壳完整的分离，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想要把
把里面的笔芯取出来的话呢，唯一的方法大概就是要把这个笔壳给破坏掉，才有办法去用。所以基本上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成本也太高了，可能都超过了笔本身的价值跟价格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大部分的人都还是选择去做盗版的，会是比较快的。但是如果你怕说你买到的这支笔可能有被维修过、有被翻新过的可能性的话呢，那没关系，教你3个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笔头啊。它的这个笔头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小的一条线，你只要看这个线有没有很紧密的跟笔壳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它是有被敲开过的，那有可能它有去做一些维修的可能性，或是有做一些调整。那如果说是很紧密粘在一起的话呢，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支笔呢，把它转开来看一下这个笔芯。这个笔芯呢，基本上你可以确认一下说它的这个金色笔芯呢，它到底是光滑面还是雾面。正版的话呢，它会是雾面的，但如果说是假的话，它会是光滑面。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可能需要稍微用放大镜，如果眼睛比较不好一点的话呢，你就必须看一下，就是这个笔壳里面，在笔壳的里面哦，其实是有字的。基本上呢，这个笔壳里面会有字，而且那个字你如果放大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序号的哦。你可以把这个序号抄下来。抄下来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呢，还可以在使用的时候呢，来看一下如何辨别一些它的一个序号的部分。所以呢，基本上第3个笔身这个部分，其实就已经可以稍微知道它是正的还是盗版的了。第4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连接 iPad 之后的区别。首先呢，我们可以先到我们的设定这边来。到了设定这里呢，我们到一般这边，然后到关于本机，往下滑，找到了 Apple Pencil， 点进去。你会看到这边都有序号，基本上呢，你可以透过这一个后面的序号去对照一下你 Apple Pencil 这个笔拿起来之后，它里面的序号是否跟这一个序号是一致的。当然，这个前提也是你必须要先把你的 Apple Pencil 跟这一个 iPad 连接之后，再去对照这个序号是否正确。那如果是正确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是这支笔没有错了。那如果说你还是觉得想要了解一下这支 Apple Pencil 它的所有功能是否比较正常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测试3个简单的功能，看看这支 Apple Pencil 到底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功能呢，是直接让它是黑屏的状态。在黑屏的状态，我们直接点一下萤幕，它就会马上跑出备忘录。那基本上这是第一个 Apple Pencil 很好使用的一个功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试所谓重力感压的部分了。首先呢，我用一个很轻的力道在画图，然后慢慢的变重。透过我们施加的压力呢，画出来的线条会有所变化。这个就是所谓的重力感压的部分了。那这个部分呢，是属于 Apple Pencil 它独有的一个功能。那基本上呢，这个功能是 Apple 的专利，所以你在购买其他的平替笔或者是可以画 iPad 的笔的话呢，基本上都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哦，顶多只能做到所谓的倾斜感压。那这样子的功能对于绘画的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大部分画图的人都还是决定会去购买正版的 Apple Pencil 来做绘画，会是比较好的。那这是第2个功能。第3个功能就是，当你画到一半，觉得画得不好看，画错了，那你轻轻的点2下，就会到了橡皮擦的部分，就可以直接擦掉。那基本上呢，这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跟功能哦。所以透过你将你的 Apple Pencil 跟你的 iPad 连接在一起之后呢，你就可以透过序号以及使用一些功能的方式来确认这支 Apple Pencil 到底有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呢？所以以上这些呢，就是分辨 Apple Pencil 真假的部分了。OK， 恭喜你已经知道怎么样去分辨 Apple Pencil 的真假了。也许学完之后，你还可以去教你身边的好朋友怎么样去分辨真的，怎么样去分辨假的 Apple Pencil 了。当然，如果说你想要购买的是2手的 Apple Pencil， 又或是网络上一些价格比较低的 Apple Pencil， 那这些资讯就可以帮助你去分辨真的还是假的。当然，对画图的人来说啦，我个人还是一定要强烈的建议，不要去买一些平替或是假货。如果说你是真的要画图的话，非常建议你还是要用真的 Apple Pencil， 有这个重力感压，画出来的话，你也会比较顺手一些哦。当然，如果说你只是要拿 Apple Pencil 跟 iPad 来学习
习怎么样去练字、写字，做一些简单的记录。你不是要画图的话呢，那当然你就不一定要买到正版的 Apple Pencil， 不一定要做到有感压的部分，一般的平替也是很好使用的。所以这个部分就看你的需求怎么样去做选择了。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些帮助，而且你也想要学习跟电绘相关的一些小教学跟小技巧、小知识的话呢，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的新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啦。最后，让我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超人生活你的颜色。